我是书中恶毒女配，是男女主角感情线上的绊脚石，最后落了个横死的下场。重活一世，我看向不远处全文最大的反派 BOSS， 这辈子和反派携手让主角们横死，不过分吧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孟思案，巴掌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显得非常的响亮，而我也在疼痛中清醒过来。我动了动身子，发现自己却被捆绑起来。我抬眸看向爱了许久的人，震惊地开口：怀州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孟思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是如此的恶毒，对念念下这么狠的手，这一次我不会放过你了。季怀州冷着脸，眼里满是愤怒，完全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转身就离开了。怀州，季怀州，不论我怎么的嘶喊，他从未停下脚步。电击和棍棒凌乱地落在我的身上，身体上传来的疼痛远不止心里的剧痛。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此刻却十分的清楚，今天我是活不下来了。在濒临死亡的最后一刻，我觉醒了。原来我所在的世界是一本小说，而我正是书里面的恶毒女配，从头到尾一直都在阻碍男女主的感情，最后横死，眼角滑下一滴泪。我悲痛地闭上眼睛，我从未伤过任何一个人，凭什么要落得这样的结局？孟思案，我不会答应跟你联姻的。季怀州冰冷的嗓音让我彻底的清醒过来。我望着眼前害死我的人，心里闪过愤怒。是的，我重生了，带着前世的记忆和觉醒的认知，重新活了过来。这一次的场景也跟上辈子一样，季怀州为了林念而选择跟我悔婚。我从小就被告知，我的未婚夫只能是季家的人，这是不可改变的事情。怀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妈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愤怒地看向季怀州。你当我孟家是什么？我爸不悦地看向季怀州的父母，上辈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僵局。那时我愤怒地上前打了林念一个耳光，但也因此让季怀州一怒为红颜，而我也成了所有人的饭后笑点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重走上辈子的路。我看向了不远处身穿黑西装，浑身散发着冷气的男人，季凌渊，书中全文最大的反派 BOSS， 前期完全碾压男主，后期却不知道发生了，失去了消息。而最关键的一环是，他是季氏集团最高的掌权人，也是季怀州最害怕的小叔。这一次恶毒女配跟反派联手，我倒要看看男女主会变成什么下场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我也不介意换一个未婚夫。我冷笑一声，当着众人的面走到季凌渊的面前。小叔，不介意订个婚吧？我朝着季凌渊抛了一个媚眼，询问着。我这一句话吓得众人都噤声了，我父母更是诧异地看着我。季凌渊深沉幽邃的眸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手里的红酒杯微微地摇晃着，嘴角捻着一抹微笑。孟思案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没等季凌渊开口，不远处的季怀州铁青着脸色走过来。这是我小叔，他比你还要大8岁，更何况他怎么可能会答应你？我答应你。季怀州话音刚落下，季凌渊开口就答应了。什么？小叔？季怀州震惊地看着他。他的小叔一向不好女色，甚至毫无情爱，一心只愿意谈生意。季家跟孟家联姻是注定了的。既然我侄子这么背信弃义，我作为季家唯一一个未娶的人，还是要信守承诺的。季凌渊郑重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严肃地发表的言语：好，我孟思安今天当着众人的面
纪灵渊将会是我唯一的未婚夫。我满意的扬起嘴角，上前牵起纪灵渊的手掌，高声宣布：行，孟思安，从今以后你就不要过来缠着我。看着牵在一起的手，纪怀州满脸愤怒地转身离开了。林念咬着下唇，不解地看了我一眼，便转身追着纪怀州去了。安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看着离开的纪怀州，我妈才反应过来，上前拉过我的胳膊，把我扯到一边，小声嘀咕着：妈，纪怀州有了喜欢的人，我总不能拆散人家吧？更何况我还是跟纪家结婚啊！我淡然地解释着，跟纪家应下联姻的是我爷爷，他跟纪老爷子互相允诺了这一门婚事。但我爸曾经对我说过，如果有了喜欢的人，可以放手去追，联姻的事情他们会跟纪家解释的。我跟纪怀州从小一起长大，所以一生中陪伴最久的男生也是他，所以心里一度的认为他也将是陪我走到人生最后的那个人。上辈子也是抱着这样的念头，但结局却是悲惨的。你呀，妈妈真心问你一句，真的要跟纪灵渊订婚吗？我妈没有生气，语气温和地询问我，如果不愿意和纪家订婚，我们就不订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里划过一股暖流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的父母永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。妈，我认真的。我严肃起来，声音十分坚定，相信我，好，只要你愿意，什么都可以。我妈抱着我，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后背。小颖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我妈当场同意了我的决定，而我爸更是十分听我妈的话，所以对于更换未婚夫这个事情并没有什么意见。但纪怀州的母亲却站不住了，她上前拉着我妈的手，面色不悦。怀州既然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我们不强求。我妈冷着脸色扶开了纪怀州妈妈的手，而后亲昵地拉着纪灵渊谈笑。我震惊地看着我妈，刚想出声解围，毕竟纪灵渊可不是好相处的人啊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纪灵渊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彬彬有礼地听着我妈的啰嗦。纪怀州妈妈看着我妈如此冷落她，挂不住面子，怒气冲冲地离开了。阿渊这孩子也不错，经商头脑非常厉害，在商业的人都是十分稀罕厉害的角色的。我看了一眼纪灵渊，心里感慨，不愧是大 boss， 比男主优秀多了。可惜后面不知道经历了什么，宴会很快就结束了。这一场宴会是我爸举办的慈善晚宴，上辈子这场宴会却被纪怀州以悔婚，而我大闹的局面下结束了，也让孟家的名声扫地。这一次截然相反，我父母极力地撮合纪灵渊送我回家，他们先行离开了。无奈我只能上了纪灵渊的车。未婚妻，祝你一夜好梦。车辆停了下来，纪灵渊侧身靠近我，我一下子呆若木鸡，眼睁睁地看着他凑得越来越近的俊脸，心脏砰砰乱跳。这人怪好看的。当安全带解开的声音唤醒了我的失神，我抬眸看过去，纪灵渊已经端正地坐好了。谢谢，一路平安。我连忙推开车门下去，小声地说了一句，就关上车门，急切地走进家门。更换未婚夫这件事情过后，除了好友几个人询问一番，其他的根本没有什么变化。按照往常，作为大四的我，目前重心就是实习，而如果有重要事情，还是要返回学校解决的。思安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居然拿下了英辩论的参赛名额。我刚走进教室，同学就跑过来，拉着我的手，给我看了他拍的照片。那是名额公布栏的照片，上面清楚地展示着英辩论的参赛名额，而我正是其中之一。孟思安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心，滥用职权。没等我开口，
门口就传来了季怀州怒吼的声音。我抬眸看过去，只见季怀州愤怒地拉着林念的手走了过来。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啊。林念什么时候跟季怀州走这么近了？旁边的同学窃窃私语起来。我皱着眉头看着他们，记忆一下子涌现出来。上辈子我也获得了这个参赛名额，但季怀州却口口声声说我的名额是靠孟家抢过来的，而被抢走名额的是林念。我据理力争地说，这个名额是靠我实力拿的，林念根本比不了我。但结局很显然，季怀州根本不信任我。到大赛的那一天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林念上台，可我却被拦在台下。事后我找到导师问原因，才得知季怀州冒充我的名义说把名额让给了林念。后来我找季怀州要解释，没想到却被羞辱了一番。阿周，算了吧。林念胆怯的嗓音把我从上辈子的记忆拉了回来。什么算了？我嗤笑一声，眼里满是嘲讽地看着林念，娇滴滴可怜的人设，看来季怀州是真的很吃香啊。孟思安，季怀州连忙把林念护在身后，一脸警惕地看着我。这么紧张啊？我冷笑一声，连忙上前一步，大声地说着，这个名额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得来的，选举赛有视频记录，不相信可以亲自去查看。还有，林念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刷下去了，根本没有与我竞争的资格。听到我的话，林念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起来，眼里蕴含着泪花，手一直拽着季怀州的衣角。是啊，孟思安的能力可比林念厉害多了，得不到名额就反口说人家滥用职权，真不要脸。亏我之前觉得他还挺善良的，不少人的窃窃私语让林念脸色更加惨白，季怀州的脸色也变得铁青起来。哼，我们走。最后碍于面子，季怀州拉着林念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我看着两人慌乱的背影，嗤笑一声，而后想到上辈子的结局，脸色变得沉着下来。季怀州根本不会善罢甘休的，而这一次我也要打破这个局面。等到了下课，我来到导师的门口，敲响了办公室的门。思安，你来的刚刚好。季怀州说你愿意把名额让给林念，这个事情是真的吗？导师原本苦恼的脸看到我一下子就欢雀起来。不是。我郑重地摇了摇头。没想到季怀州的动作挺快的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这么想不开呢。导师松了一口气，笑意直达眼底。他原本相信季怀州的说法，是因为他得知孟思安跟季怀州是未婚关系，所以季怀州的话语也有点可信度。导师，我跟季怀州没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有任何人能代表我的意愿。我坚决地说着。导师看到我这个样子，愣了一下，最后点了点头。解决完这个事情，我才终于放下心离开学校。抱歉，久等了。早上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季凌渊相约吃饭的消息，可因为一点小事导致迟到了一小会。没事。季凌渊看了我一眼，发现我已经把安全带系好了，便启动车辆。我眯起眼睛，心里疑惑，怎么感觉刚才季凌渊好像有点失望啊？怎么样，这些合你口味吗？看着服务员端上来的菜，季凌渊抬眸看向我，嗓音低沉地询问，都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我淡淡一笑，心里对他的好感度也上升了不少。上辈子我也不是没有跟季怀州出去吃过饭，但他总点不了我喜欢的口味，甚至连我的爱好都记不清。那就好。一整顿饭下来，季凌渊非常绅士细心地照顾着我，这更加让我坚定，跟他联手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季怀州根本比不上他，甚至给了我一种
明明纪灵渊就是主角，却不知道因为什么被顶替了气运。哟，孟思安这么快就跟我小叔出来约会了，还真的是迫不及待呀！刚走出饭店门口，就听到了厌烦的声音。果不其然，季怀州牵着林念站在我的面前，脸色却十分不悦。按理说我是你婶婶了，你要对我客气一点。我趾高气昂地看了一眼季怀州，欣赏到了他铁青的脸色。孟思安，季怀州怒吼一声，而后又不知道想起什么，突然朝着我不屑地笑了笑。你这种吸引人的小把戏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用，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嗤笑一声，也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，让他这么认为。我离不开他。身边的纪灵渊眸色暗沉下来，看了一眼季怀州，眼里含着警告。季怀州忌讳触碰他小叔不悦的情绪，连忙收起了情绪，拉着林念快步离开了。但他心里始终坚定，我肯定是为了吸引他而做出更换未婚夫的决定，不用管他。纪灵渊语气里全是对他侄子的不悦。跳梁小丑罢了，今天与你相处很愉快。我笑着摇头。对了，后天就是英辩论赛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看我比赛？英辩论赛是公开的，很多公司慕名而来，为的就是寻找合适的人才和实习生。这也是林念用尽手段都想拿到名额的原因。好啊，期待你的表现。纪灵渊走到副驾驶的位置，绅士地替我打开车门。不会让你失望，我笑着回答他。很快，纪灵渊把我送回了家中。面对老妈好奇的目光，我选择视而不见，径直走回房间。到了英辩论赛，我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手稿，画了一个简单精致的妆容，收拾好心情，前往比赛地点。我为什么不可以进去？你是不是看走眼了？我是胜负大学金融专业的。我刚迈步走进来，就听到了林念焦急的嗓音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们学校专业那边推过来的名额人选是孟思安。负责审核的工作人员非常严谨地回答了林念的话。林念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不少学校的选手站在一旁不屑地看着他。他是想顶替那个人的名额吗？初赛都过不了，还指望上台，也不怕丢人。他们嘲讽的语气让林念难堪起来。只见他的手死死地绞紧衣角，眼泪闪着泪花。呵，某些人以为有了后台就可以了吗？我走上前，讽刺地笑了笑，目光从上到下不屑地扫视了林念一眼。没有实力就不要出来丢人。我傲娇地挥了挥手里的证件，然后在林念怨恨的目光中通过了审核。轮到我上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第一排中间的纪灵渊，他真的信守承诺过来了。我扬起笑容，端正态度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赛。恭喜你，冠军！我走出门口，就看到倚靠在车门上的纪灵渊。他抬眸看到我的身影，立马站直身子，大步地朝我过来，细心地拿过我手里的奖杯。英辩论赛已经圆满落幕了，而我凭借优秀的表现，在众多选手面前脱颖而出，获得了冠军。那你给我什么奖励呀？我开玩笑逗弄着他，心里都做好没有惊喜的准备了。你等会就知道了。纪灵渊神秘地说了一句，给我留下了好奇心。车辆行驶得越来越偏离，甚至还逐渐有上坡的形势。你带我过来，这里是为什么呀？纪灵渊把车辆停在了海边的沙滩上，我好奇地走下去。此时天空已经逐渐暗淡下来了。带你看星空、大海以及海上的日出。毕竟我曾经给你承诺过的。纪灵渊的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，那时的我身子骨非常的病弱，不能吹冷风，只能成天待在家里，
困在一方小小的天地。而那时我曾说过，如果我病好了，就去看一次星空大海和海上的日出。等你好了，我第一个带你去。年幼的季怀州立马许下了这个诺言，而一旁的季灵渊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有把话说出来。没想到他居然还一直铭记着。没想到你还记得？我轻松地打趣。身体好了之后，我就没有再想起来过了。我朝着大海飞奔过来，张开双手迎接着扑面而来的晚风，以至于错过了季灵渊清淡的一句：“你想要的我都记得。”晚上的星空非常的璀璨，季灵渊为了给我更好的体验感，铺了一块海绵毯。我躺着侧头看向季灵渊，视线撞入了他幽邃的眸色。我们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对方，耳边是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。你跟季怀州发生了什么？季灵渊挪开视线，仰头看着满天的繁星，最后还是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。他的心不在我身上，没必要继续纠缠下去。我看着季灵渊精致的侧脸，淡然地说出口：前世为爱冲锋的勇士得到了一个惨死的结局，这一次总要擦亮眼睛。你当初为什么要不告而别？我犹豫再三，最后还是把一直埋藏在心里的问题问了出来。年幼的时候，陪伴我最多的明明是他，最暖心的也是他，可不知道后面他为什么变得杳无音信，只剩下了季怀州陪我。等了许久，我都没有等到季灵渊的答案，最后抗不过困意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你说你要季怀州？季灵渊的声音低沉，眸光闪过一抹失落。等了一会，始终不见我回应，侧头看向我，只见我熟睡的脸庞。季灵渊起身弯腰，把我公主抱起来，大步地走向车后座，轻手轻脚地把我安顿好。看着我熟睡的样子，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收起了海绵毯，坐在驾驶座上望着我。安安，起来看日出了。季灵渊轻轻地推了推我，我揉了揉眼睛，惺忪的双眼看向他，一时之间还没有反应过来。等会就错过了。看着我如此模样，季灵渊忍不住上手掐了一把我的脸。日出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连忙下车，视线看向东边，眼里都是喜悦。一眨眼间，一大片红霞布满了半边的天空，暖橘色的光芒照耀着大海。满足了吧？季灵渊走到我的身边，眼里满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宠溺。欣赏完了日出，我们简单的收拾了一下，便返程了。孟思安，这一晚上你跑哪里去了？我刚走进家门口，就看到了一名不速之客。季怀州沉着脸色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幽怨的目光看着我，当然是陪着我的未婚夫了。愉快的心情瞬间低入谷底。听到未婚夫，季怀州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。孟思安，小叔是不会喜欢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自降身价贴上去？他再不喜欢我，跟我答应订婚之后，就不会跟别的女人有牵扯。我讽刺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想的却是季灵渊对我尊重体贴的模样，这可不像不喜欢我的样子。你还是介意离面是吗？季怀州突然就笑了，眼里满是得意。我早说过了，虽然跟他有牵扯，但我还是会履行跟你的婚约的，你不用顾及他。不必了，我不喜欢二手货。我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完全不顾及他的脸色，径直上楼了。孟思安，季怀州望着我的背影，瞬间暴跳如雷。我告诉你，季氏集团终究还是我的，你以为季灵渊能罩你多久？说完，他便气势冲冲地离开了。我停下步伐，转身望着季怀州离去的背影，眉眼紧皱起来。书中描述，季灵渊完全有打压季怀州的能力，可后面
纪氏集团出现了纷争，纪凌渊不知道因为发生什么，错失了掌权能力，沦落到被纪怀州打压。我微微眯起眼睛，看来得多关注一下纪怀州的动静了。这一次纪氏的掌权人只能是纪凌渊。我转身上楼，心里默默地对上书中的时间线。这一次我把英辩论赛的名额保全了下来，改变了剧情，并没有让林念得逞，所以他也失去了进入纪氏实习的能力。说起实习，上辈子林念就是靠着这个比赛进入了纪氏集团，好像也是因为这个开端，纪凌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这一次时间已经错乱了，所以应该不会提前了，但我还是估错了纪怀州的能力。孟思案，就算我没有参加比赛，但我还是进了纪氏集团。我望着林念在我面前炫耀，心里一沉，眉头紧蹙。没想到剧情还是搭上了，我跟怀州是注定在一起的。林念趾高气昂地看着我，原本的娇滴滴是一点都看不到。是吗？他又不是掌权人，按理说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总裁夫人。我不屑地对了回去，果不其然，林念的脸色简直糟糕透了，笑死！纪怀州就算有能力把林念推进去，那也只能是一个小岗位，他在高傲什么？浪费时间在这种人身上，我还不如去看看未婚夫的情况。我转身朝着纪氏集团去。孟思案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一踏进纪氏集团，就凑巧遇见了准备离开的纪怀州。他眼神犀利地盯着我，迈步走过来，语气十分的不善。怎么，我来找未婚夫，还得找你报备啊？我嗤笑一声，不耐烦地看着他。上辈子从来没有这一刻这么厌烦他的存在。你是离不开我小叔吗？纪怀州黑着脸色，语气带着暴怒。是啊，我可想粘着他了。我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出现。纪凌渊刚从电梯里走出来，就听到了我最后的一句话，面色有点错愕。你小叔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我扬起一抹笑容，走上前去，挽着纪凌渊的胳膊，亲昵地走进电梯。纪怀州死死地盯着我的背影，眼神满是不甘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电梯里，纪凌渊低头好奇地问我，但始终没有佛开我的手，过来看看我的未婚夫工作的样子。来到纪凌渊的办公室，我自觉地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，就像一座大佛一样望着纪凌渊。果然，努力工作的男人才是最有魅力的。一整个上午，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纪凌渊，他走哪我跟啊，甚至他要开会了，我还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。最后被他助理拦下来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看我一上午了，我有这么好看吗？纪凌渊放下手里的钢笔，起身走到我的身边，玩味地取笑着我。有，我抬眸对上纪凌渊的视线，只见他俯身靠近我，薄唇轻轻地映在我的额头上，感受到一抹温热的触觉。我指尖轻微地颤抖着，呼吸一下子变得凌乱起来，心脏砰砰乱跳。我送你回去吧。纪凌渊眼含笑意，起身拉着我的手，在公司众人的目光下离开。有了亲昵的接触，我跟纪凌渊之间的相处变得更加的甜蜜起来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更加小心翼翼地关注着纪怀州和林念的动作，想着偏离书里的时间线，但没想到还是低估了剧情的力量。景浩纪氏集团股份暴跌，景浩纪氏抄袭剽窃别的企业方案。我一觉睡醒就看到了纪氏上了头条热搜，吓得我连忙爬起来。书里描绘的剧情点还是发生了，也不知道林念到底靠的什么，居然在纪凌渊的严管下，还是把方案泄露给了对手公司，导致纪氏名声受损。小叔，
现在集团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肯定是你严管不周，所以掌权人的位置是时候该换一下人了。小弟，不是大哥说你谈恋爱也不能忽略公司啊，我看你还是休息一阵吧。我刚赶到纪灵渊的办公室门口，就听到了纪怀州一家人对着纪灵渊咄咄逼人，双手握成拳头。我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们摆明就是欺负纪灵渊一个人。这件事情是内部的人背叛，我已经加派人手调查了，我会给你们一个结果。但掌权人的位置，我是如何都不会让出来的。在我刚想推门进去撑腰的时候，纪灵渊冰冷镇定的嗓音一下子安抚了我焦急的心情。阿渊，你放心去查，背后有我孟家呢。我扬起笑容，推开门走进去，在纪怀州诧异的眼神中揽住了纪灵渊的胳膊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纪灵渊冰冷的眸光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，嗓音低沉地说道：担心有人欺负你。我淡淡的扫视了一眼前面的一家子人，纪怀州原本幸灾乐祸的神色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眼里带着怒意。没事，还轮不到他们欺负我。纪灵渊根本就没有把纪怀州当作一个对手，所以他又怎么可以屈服呢？听着纪灵渊的话，我心里瞬间变得安稳起来，但心里还是多了一份警惕。毕竟书里的结局变成纪怀州掌权，那就说明肯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。纪灵渊忙着查找背叛公司的人，我只能在一旁关注着纪怀州和林念的动作。夜晚，我时不时回忆着书里的剧情点，但关于我的记忆十分的清楚，但一旦涉及到纪灵渊，就变得模糊起来，没有说到后面他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的。一连几天下来，我没有跟纪灵渊见面了。听说他好像找到了一条线索，正在顺藤摸瓜找到背后的人。我想了想，简单收拾一番，去找一下纪灵渊。脚步刚迈出家门，心里莫名的慌乱不安起来。我下意识地打开手机，看着屏幕显示的日期，心里一沉。上辈子就是今天，我突遇了一场大火，差点死在火场里面。后面能安全逃生，都是因为纪怀州救得及时，有了一个救命之恩的光环。我对纪怀州更加坚定了婚约的念头。我转身想着回去，今天不打算出门了，毕竟这一次我不想再欠纪怀州人情了。喂，你好，是孟小姐吗？刚坐到沙发上，我便接到了一通电话。是，怎么了？我漫不经心地回答。电话里的人口语非常的客气。你好，这边是幻觉木雕，你定制的雕刻已经好了，麻烦你过来取一下。我一下子就想起，这是我给纪灵渊定制的生日礼物，没想到恰好与今天撞上了。我想了一下，雕刻店的地址与我遇大火的地方是相反的方向，心里纠结起来。万一还是抵不过剧情怎么办？你好，可以外送过来吗？我给费用。为了保全，我让店家派送过来。好在店家也是通情达理。挂断电话，我继续躺着刷手机，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。很快，我便接到了派送的电话。孟小姐，你的小区我进不了，所以麻烦你出门拿一下吧。我起身连忙出门。这个别墅区都是富豪人家居住的，保安制度还是很严格的，毕竟距离也挺近的。想着没事，便出去了。来到门口，我就看到了不远处的派送员。我转头扫视了一眼，发现保安居然不在，心里便没有在意，可能刚好换班吧。谢谢啊，我接过礼盒道谢，转身刚想回去，就发现背后多了一抹高大的黑影，心里一惊，没来得及反应，后脖子一疼，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。完了，还是大意了。
我意识逐渐的清醒过来，看到身处的一个险境，心里瞬间提心吊胆起来。这一个地方怎么就刚刚好是上辈子困在火场的地方？我动了动身子，发现自己被捆绑起来了。奇怪，上辈子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火已经蔓延起来了，这一次为什么提前这么多？挣扎没用的。林念的声音在后方响起，我瞬间平静下来。怎么，很意外吗？脚步声逐渐靠近我，林念出现在我的视线前面。为什么绑我？我嗓音非常的镇定，视线平淡地望着林念。上辈子他可是没有出现在这里的，也就是说，剧情发生了变化，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导致的。你都要死到临头了，没必要知道的这么清楚。我出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让你死的时候知道，到底是谁送你的。林念狰狞地大笑起来，原本书里描绘善良根本就不存在。我脸色一沉，眼睁睁地看着林念在洒满汽油的地方扔了一个打火机，大步离开了。火势逐渐地蔓延起来，在汽油的加料下，火已经包围了我，窒息感扑面而来，我脸色变得苍白起来。这一场火比上辈子的火还要大，这一次估计等不到救援了。我死心地闭上眼睛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安安！一道惊慌的声音让我心头一震。我睁开双眼，看着前方出现的模糊身影，心里一惊，是季怀州吗？上辈子的情景还是再重现了吗？我的意识此刻已经变得混沌起来了，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。安安！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可我的眼皮却愈发的沉重。安安，别怕！一双炙热的大手怀抱着我，我身上的绳子被解开了。我卖力地睁开眼睛，努力地想要看清面前的那个人，但视线还是模糊不清。我被人抱了起来，呼吸变得愈发困难。突然，一条熟悉的项链出现在我模糊的视线里，我心头一震，没等我继续开口，意识就已经沉了下去。这条项链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生日礼物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要带着。稚嫩且高傲的声音命令着面前高个的大男孩。安安送的，我肯定保管好。纪凌渊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，眼里都是我小小的身影。安安，别睡。场景突然转换到上辈子的火场，一道惊慌害怕的声音在我耳边一直吵着我，可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我挣扎着双手，手心不知拽到了什么，摸索着像一个星星形状的东西，有点熟悉。没等我回想起来，思路就被打断了。砰！不知是什么东西砸了下来，我就被狠狠地摔在地上。痛觉让我的意识清醒了几分，视线里火光弱了几分。孟思安，季怀州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他颤抖的双手抱起我，慌张地朝着救护车跑去。可我始终觉得怀里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景浩既是掌权人遇难离世，由季怀州掌权公司。景浩孟家小姐不知死因横死，景浩孟家父母不堪打击，痛心离世。景浩孟家被季怀州收购，一些杂乱的画面充斥在我的脑海。安安，别怕！一双炽热的手紧紧地握着我，我慢慢地冷静了下来。安安，好好休息，没事的，这一切已经过去了。温暖的安抚让我沉睡了过去。等我睁开眼睛，视线一片雪白，下意识我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呢。我想动手，发现自己的手一直被人紧握着。我低眸看过去，熟悉的侧脸出现在视线里，眼里闪着泪花。这一切我都明白过来了，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季怀州，也明白书里的剧情，为什么后面纪凌渊会不知所踪。那是因为他葬身火海了，所以掌权人才变了。而上辈子我居然错认了，懊悔
自责的心情布满着心脏，泪水顺着脸颊滑落。安安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难受？纪凌渊被我细微的东西惊醒，他见我满眼泪水的样子，瞬间担心起来。阿渊，我撞入他担忧的视线，心里的防线瞬间崩塌了。我坐起来，扑进他的怀里，声音带着哭腔：“没事，我在。”纪凌渊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，安抚着我的情绪。那条项链，你一直都戴着呢。我伸手拿出了纪凌渊一直挂在脖子的项链，安安送的，我一直都戴着。纪凌渊低眸看向项链，美好的回忆让他扬起嘴角，我心里动容，刚想开口抒情，就见病房门被急匆匆地推开了。安安，我的宝贝，你怎么样了？我妈急匆匆地跑进来，纪凌渊非常自觉地让出了位置。我妈一个劲地查看着我。妈，我没事了。意识昏沉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上辈子死亡后的画面，父母痛哭的场景一直映在脑海里。我没能给他们到老送终，却让他们悲痛离世。凌渊，你身子怎么样？怎么不去看看？我爸关心地看向纪凌渊，他把我救出来的消息，我父母都知晓了。我听闻，连忙看向他，只见他摇了摇头，轻描淡写地说着：“没事，来得及时，没有受伤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才瞬间放下心。一段时间下来，我都被强制在病房休养，我死缠烂打，好不容易让纪凌渊松口，终于可以出院了。对了，林念被抓了吗？回去的路上，我侧头看向纪凌渊。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已经把绑架的事情告诉了纪凌渊，他说一切交给他处理。他已经被捉入狱了。纪凌渊目光骤然冰冷起来，如果他来迟一步，他的安安就葬身火海了。那纪怀州呢？我试探性地打听一句。林念入狱了，纪怀州肯定按捺不住的，同犯一起入狱了。纪凌渊的回答让我错愕不已，没想到这其中还有纪怀州的手笔。在家休养几天，我决定去看望一下林念。孟思安，你满意了吧？明明我才是女主，你就是一个女配，你凭什么篡改剧情？你为什么要跟纪凌渊订婚？为什么要跟反派牵扯起来？不然这一切就不是今天的局面了。林念憎恨地嘶吼着，我平淡如水的目光望着他，心里毫无波澜。原来他也觉醒了女主的意识，只可惜他也没料到我也觉醒了。前世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缠着纪怀州，让纪凌渊认为我非常喜欢他，所以才一度纵容纪怀州。不管怎么样，这辈子你只能在监狱度过了。我嗤笑一声，起身转身离去，身后是林念不甘的嘶吼。从我选择纪凌渊的那一刻起，纪怀州就已经没了光环了。我迈出监狱门口，抬眸看到的就是倚靠在车旁边等着我的纪凌渊。我扬起笑容，迈步地走过去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纪凌渊篇，在我得知安安要跟怀州订婚的那一刻，我便狼狈地出国去了。我没有勇气看着他们在一起，可后面我听言，怀州居然跟别的女生牵扯在一起，甚至还欺负安安。我按捺不住，还是选择了回国。没想到在相逢的那一场宴会上，安安说要跟我订婚。那一刻，我感觉灵魂都离体了。我同意了与安安订婚，本意想着不让她被纪怀州欺负。在与安安的相处中，我一直表现得非常绅士，不想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相处之下，我也明白了，安安她好像不喜欢怀州了，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追求她了？那一刻，我的心是窃喜过的。在我跟安安相处的时候，我发现了纪怀州身边的那个女人，非常的不安分。我开始偷偷地派人跟踪她，
得知他居然装可怜，想让季怀州夺走安安的名额，我气不过，想出手的时候，发现安安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我心里十分的欣慰，但还是存了警惕心，一直暗中观察林念的动作，发现他的野心居然这么大，敢撮合季怀州掰倒我下台。我耻笑他不自量力，暗自打压着他，让他在实习的路上艰苦不堪。后面我没想到季怀州居然牺牲掉他自己的股份，目的仅仅就是让林念进入季氏集团实习。我同意了，但我安排了一个小职务给他。季怀州没了季氏的股份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我知道季怀州肯定接受不了，没想到他居然跟林念计划卖公司机密给对手，就是为了掰倒我。不如我将计就计，后续以违法的罪名让他们双双入狱。但我还是大意了，居然让他们绑架了安安。好在我来得及时，否则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在安安休养期间，我开始收网，将他们打入监狱，一辈子都出不来。这一次没人可以伤害我的安安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